除夕夜，妈妈让我发888万红包，给弟弟结婚做彩头。我在做人流手术，没回。他气冲冲赶来医院，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我不要脸，把我手术床上拉下来，逼我和丈夫道歉，千万别离婚。丈夫匆匆赶来，把我抱回床上。我术后感染，推进病房前，我喃喃问妈妈，不喜欢，为什么还要生下我？当她在琢磨我这句话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时候，《还珠格格》红遍大江南北，同学们天天讨论，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甚至我连彩色电视机是什么也不知道。第一次知道，还是从弟弟的口中听到的。爸妈的房间从来不让我们姐弟进去，弟弟每次都会偷偷溜进去，就算被发现了，爸妈也不会说什么，还会让他在房间待到很晚才回去。每次回来，弟弟就会跟我炫耀，爸妈的房间有一个彩电大电视，不仅能看《还珠格格》，还能用来打插卡游戏。自从弟弟出生后，爸妈总说，弟弟本来就调皮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你脾气好，多让你弟弟呗。我想，是不是我太乖了？爸妈让我干家务，我就干；让我别进房间，我就不进。弟弟想不干家务，想进房间，一身反骨，爸妈也接受了。他们会说，算了，怎么样都是自家孩子，还能打死不成？做个调皮的孩子太快乐了，我不想做乖乖女了。所以，我也学着弟弟。妈妈让我扫地，我开始捣乱，拿着扫把，一个旋转，垃圾跑得到处都是。妈妈看到了，我昂着脑袋，摆出和弟弟一样理直气壮的样子。妈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冲上来给我一巴掌，然后抢走扫把，自己默默扫了起来。结果跟弟弟是一样的，但过程比弟弟痛苦多了，脸肿了1个月都没消下去。我天真的觉得，一定是我哪个步骤没学好。对于弟弟偷进房间这件事，我观察了好几天，还做了详细的笔记，躲起来模拟了好几遍。某天，我觉得自己准备好了，鼓起勇气，开门闯了进去。弟弟比我先进去了，正坐在爸妈中间，手里握着一个小小的手柄，爸妈手里各自拿着一个更大的。3人正在说着我不懂的话题，什么走位、战术的。我喊他们，弟弟没理我，爸妈没凶我，只是严肃着脸，摆着手让我赶紧出去。走之前，我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。爸妈面对弟弟时，
没那么凶，笑得还好开心啊。弟弟随便一句话，都能逗得妈妈咯咯笑。一定是我太不会说话了，所以爸妈没留我在房间里看电视、玩游戏。所以，只要我能学会怎么说话，逗爸妈开心，爸妈也会对我笑了吧？其实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在爸妈的期待下出生的。对于给我取名字，爸妈看得格外慎重。夫妻俩苦思冥想还不够，又叫来家里的亲戚们，集思广益，最后给我确定了名字苏胜男。我上学的时候，班级里不少叫胜男的，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爸妈极度的重男轻女。但我爸妈不这样，他们把全部的爱都给我了，怎么都跟偏心都牵扯不到一起。刚出生时，隔壁邻居和亲戚送来好些旧衣服，爸妈统统不要，说要给我准备独一无二的、崭新的。在我还不会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计划，带我去旅游，报兴趣班，成为一个活泼可爱的、自信大方的孩子。直到我弟弟的出生，爸妈和亲戚们当着我的面夸奖我的名字取得好。我出生第3年，生育计划就放宽了，以后妈妈生的孩子都是男孩。胜男的意思是早日攻克男丁稀薄的窘迫。之所以没叫胜男，是觉得别家都这么叫，好运都被分走了，区分开才能吸引新的好运。所以，爸妈当初给我起名字，才那么折腾的。弟弟出生后，爸爸把给我做的计划书改了弟弟的名字，一项项计划列表，好像成长的树，不断延伸枝桠。他们想给弟弟的，比当初想给我的要多得多了。弟弟的名字叫苏继阳，充满希望和阳光。然后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这个家没人再会给我这个生活在阴暗处的孩子过多的关注。弟弟剩下的零食会丢给我，弟弟可以以小欺大，我不能以大欺小，甚至要穿弟弟淘汰的旧衣服，小小的，绑在身上很难受。到了学校还会被人嘲笑，我好像什么都比不上弟弟。只有在弟弟犯错的时候，我处处忍让弟弟的时候，关心爸妈情绪的时候，他们才会突然发觉我很省心，偶尔也会毫不吝啬地夸赞我。为了让爸妈关注到我，我更加卖力地迎合爸妈想要的。弟弟打碎了水杯，我默默拿着扫把清理干净。弟弟生气的时候打我，再难受我也会笑给爸妈看，然后跟弟弟一遍遍说着并没有什么效果的求饶话。我开始学着帮妈妈干一些家务，给爸爸捶背捏肩倒水。慢慢的，爸妈虽然没有对我像对弟弟一样好，但吐槽弟弟的次数变高了，对我没有过一句责骂。我太开心了，
偷偷在日记本里写：爸爸妈妈，我还会学更多让你们开心的事，请你们再多爱我一点哦。备注：不用超过弟弟。第一次鼓起勇气学弟弟的时候，结果还是一样。我朦胧地觉得，不管我怎么努力去改变迎合，爸妈好像就是不喜欢我。直到上了小学，同学们的父母形象越来越具象，朦胧在心里变成了现实，疑问变成了不得不承认的现实。对爸妈偏爱的无力感，在第一次家长会出现时，变成了绝望感。那也是我第一次想要死。我上小学3年级，弟弟还在上幼儿园。巧的是，我们的家长会在同一天。妈妈直接跟我的班主任请了假，说自己不方便去参加。班主任说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亲子活动，希望父母尽量来参加，来一个就够了。妈妈敷衍着说好，挂了电话，就开始跟爸爸商量，怎么找个借口拒绝班主任，跟爸爸一起给弟弟参加家长会。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一起陪着的，季阳要是只有一个人陪，那得多可怜啊！会不会被别的孩子嘲笑是单亲？我们工作忙，本来就陪季阳的不多，不能在这个时候委屈他了。爸妈有那么一瞬间，是想按照公平原则，一人去一个孩子的家长会的，又在几句站在弟弟角度的糟糕预设里，决定只去弟弟的家长会。他们怕弟弟被嘲笑单亲，就不怕我被嘲笑孤儿吗？而且那会儿学校里，大多数家里都是2个孩子，所以一大一小参加亲子互动的形式占了大部分。爸妈都不陪我，我一个人在亲子互动上能干什么呢？和想的一样，做亲子蛋糕时，别的小朋友依偎在爸爸或妈妈怀里，愉快地享受亲子时光。我孤零零地坐着，面对一些我都不认识的工具材料，想一个人动手的时候，因为不会步骤，被其他小朋友指责浪费食材。大人们陪孩子做蛋糕的时候，时不时会看向我，啧啧说，那个孩子是个孤儿，多可怜啊！我有爸妈，我不是孤儿，可他们不爱我。我很生气，他们什么都问，就给我下定义。更生气，爸妈为什么不能来证明我不是个孤儿呢？我像着了魔似的，拿起桌上的小刀，打开后，慢慢挪到手腕上。如果我死了，爸妈一定会来，那大家就知道我不是孤儿了。小刀危险，要小心哦。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是班主任宋老师。她是个长得可爱的年轻女孩，白嘟嘟的手好像刚蒸好的馒头，搭在我的手上，暖暖的，能给饥饿的人安全感。我仰头看着她，她笑着说：“你愿意陪老师一起做蛋糕吗？”
我坠落的嘴角猛地提起，笑着点了点头。宋老师也像其他家长一样，握着我的手，把我拢在怀里，耐心引导我一起完成蛋糕。家长们看到我和宋老师的蛋糕做得又快又好，也不八卦我到底是不是孤儿了。后来我决定敞开心扉，把自己的烦恼告诉宋老师。宋老师说，我太闷了，不是每个人都像老师一样，能够及时地观察到每个孩子的情绪。所以我要学会主动说，我觉得受到爸妈冷落了，就勇敢地告诉爸妈，对爸妈的爱，更要大胆地说出来。我想了想，好像是这样。弟弟活泼直爽，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会直接说出来。爸妈不好的时候，他会大声吐槽；爸妈好的时候，他会热情地抱着爸妈，又亲又夸。我开始雀跃，计划着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告诉爸妈，也要告诉爸妈，我很爱他们，也想被他们疼爱。从小到大，我失望多了，所以胆子太小，想说的和想做的都写在了日记里，还是没勇气在爸妈面前表现出来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宋老师，宋老师理解我。恰好班上还有其他同学，跟爸妈关系也不够亲近，也有好多想跟爸妈说的话。又一次家长会，他为了增进孩子和父母的感情，做了一个校园版的真心话大冒险。这次我运气好，没撞上弟弟的家长会，所以妈妈如约来了。活动形式是，学生站在2楼，拿着一个喇叭，朝着底下的爸爸妈妈说出自己的真心话，然后爸爸妈妈给出反馈，通过沟通解开误会，增进感情。第一个参与的是班长，他觉得爸妈对他太过严厉，觉得爸妈把学习看得比他还重要。站在2楼，对着喇叭，他勇敢地把自己的委屈都说了出来。他的爸爸妈妈来了以后，默契地听哭了，然后掏心掏肺地解释，不是把学习看得比他还重要，是想让他好好学习，别再吃一遍他们的苦。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后，深刻反思了自己，承诺会改进。下一个是学习委员，他爸妈家里是做生意的，每天各地跑，很少有时间陪他。他也一样，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委屈和孤独。他的爸妈解释说，拼命地赚钱，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，让他永远活在童话世界里，做最幸福的公主。他们还说，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，以后会尽量抽出时间去陪他。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，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勇气。这次我自己高高举起了手，站在2楼，看着我在人群里漂亮的很突出的妈妈。上次家长会回来，弟弟和爸爸说，
妈妈很亮眼，别的小朋友都在夸。有这样的妈妈和老婆真的很自豪。这次妈妈来我的家长会，其他家长都说，原来我不是孤儿啊，还有个这么好看时髦的妈妈呢。其实，我的妈妈也是我的骄傲呢。说完，这次妈妈的眼神温柔了好多。然后，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，把我的失落和委屈，通通告诉妈妈。说完的那一刻，我并不需要妈妈真的去改，更想要去听听妈妈和其他同学的爸妈一样，有属于大人的苦衷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不会要妈妈改，我会理解，也会接受的。可妈妈突然冷了脸，变得很陌生。她质问我，从小到大，我从来对你有过什么要求？你却像个刻板的婆婆，要求我要做到你理想的样子。但我是妈妈，也是活生生的人。苏胜男，你小小年纪，怎么学得这么自私呢？犹记得，妈妈的眼神很犀利，好像刺眼的光，灼得我眼睛好疼好疼。希望能进房间看一次《还珠格格》。家长会冲突的时候，分一个人陪我。抱怨弟弟的衣服勒到难以呼吸，这些也算自私吗？妈妈，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我没有其他小朋友那样流利的表达能力，让妈妈误会了。我竭力去解释，宋老师和其他家长也帮着我提醒妈妈，她误会我的意思了。妈妈只冷冷一笑，指着我道：“我就是疯了，才会来参加你的家长会，听你数落我。”然后蹬着高跟鞋，愤愤离开了，留下我一个人，低着头看自己洗得发黄的小白鞋，像阴沟里的老鼠，不敢面对光，面对人。后来，妈妈再也没提过这件事，但对我的态度更冷漠了。等我刚上初中的时候，妈妈开始帮我找寄宿学校，匆匆忙忙就把我送了过去。我家距离学校不远，家里也有我住的房间，而且我们镇上的公立学校要比私立学校好得多，且9年义务教育范围内，学费是全免的。妈妈还是宁愿花更多的钱，把我像垃圾一样丢出去。开学的时候，即便学校有校车统一来接，但没有一个家长舍得第一次上学就让孩子孤零零的，所以都趁着还没去工作，或者请假，亲自把孩子送到学校。我爸妈就在镇上工作，把我丢上车就关门吃早饭了。我守着一大包东西，把头埋在袖子里，偷偷地哭，直到司机喊着下车，我才擦干眼泪，重新坚强起来。听着同车的叔叔阿姨夸赞我自立自强，时不时过来帮我拎东西，我就像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，靠着善心人的力量，
终于熬过了沉重的路，来到了宿舍。同宿舍有6个人，除了我，都有爸爸妈妈收拾东西。等我收拾完的时候，室友的爸爸妈妈已经带着他们出去吃饭，做短暂的告别了。我不死心地去班主任身边守着，等到天黑，班主任要回家了，爸爸妈妈也没打电话过来，问我有没有安排好自己，需不需要帮忙。那时候我在想，要是没有法律约束抚养孩子，他们是不是连寄宿学校也不让上，直接把我丢到大街上了？有了这个想法后，我开始害怕爸爸妈妈了。生病缺钱，我都尽量扛着，不敢跟他们提。就连第1次来月经，我也不敢打电话问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只是在室友跟妈妈打电话时，偷听到需要准备什么。寄宿学校是包1日3餐的，所以爸爸妈妈1学期只给我100块钱零花钱，原本用来买些便宜的学习用品，勉强是够用的。为了省钱，我开始捡同学们不想要的旧笔，买跟纸差不多便宜的卫生巾。后来又要交班费，我快被压垮了。想要找班主任打电话给爸爸妈妈的时候，我还是怂了。班会的时候，班主任告诉我们，努力学习，成绩优异，就能拿到班级和学校的奖学金。班级前3名，班主任自掏腰包，奖励300、200、100，学校第1。前3名则奖励1000、500、300。如果我能拿到这些钱，我就可以买好用的学习用品和学习资料了。我开始比之前还要刻苦的学习，从班级第3名到第1名，从年级10名到年级第1，把能拿的奖学金都拿了。我们学校在全县学校里垫底，我不仅是年级第1，全县排名历年来首次超过公立学校第1名。我成了学校之光，成了别人家的孩子。爸妈对我的关注也比以前多了，至少在邻居夸奖我的时候，他们也会附和着，当着他们的面带我去买东西，买了新衣服，会带着我去小区晃一圈，听邻居们夸我穿得精神多了。初3那年，对我和学校都是关键的一年。我要是保持现在的成绩到中考，那就是中考状元，也是学校想都不敢想的荣耀。他们把期待和压力都给我了，比我爸妈还关心我的精神状态。我放假回家的时候，班主任会打电话，劝我爸妈对我多关心一点。爸妈听班主任介绍我的情况后，也觉得我如果能当初中状元，对他们脸上也有光。于是，配合班主任，把给弟弟的关心分了一些给我，甚至允许我看一次《还珠格格》。可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，不爱看电视了。那时候，我谁的话都听不进去，只知道
我要考上好的高中，好的大学，找好的工作，把自己当女儿一样养一遍。没有人爱我，那我就多爱自己一点。中考，我如愿以偿，以县状元的身份进入县城最好的高中火箭班。爸妈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，把对弟弟1/3的关心分给了我。我们高中很多都是从镇上考上来的，为了这些学生方便，专门建了宿舍。这次开学是爸妈亲自送我过来的。那天虽然是下雨，但妈妈给我提箱子，爸爸给我扛着被子，弟弟拎一些小袋子，我背着书包，和他们并肩走着。路过一些同样被家长送的同学，我高高抬起了头。这次我终于不是那个被误会是孤儿的人了。宿舍建在学校后面，距离正门很远，可我却觉得到宿舍的路很近，比镇上那个狭小的私立学校还要短。因为这次不是我自己扛着被子，提着行李，一路上磕磕绊绊，等着路过的人帮我分担一截路。中途好了好几个人才到那个不足500米的路。距离宿舍还有100米的时候，弟弟突然拦住爸爸：“我要跟你换着拿。”他想要拿手里的手提袋去换爸爸肩膀上的2床被子。弟弟虽然个子跟爸爸差不多高，但人很瘦，像一根勉强立着的杆，风一吹就会倒。事实上，他也确实很虚，我能提起的重物，他都提不起来。所以那2床厚实的被子，他肯定兜不住。雨刚停，水泥地又湿又脏，被子要是掉在地上，洗起来很麻烦。我委婉劝了一句：“弟弟，马上就到了，换太麻烦了。”爸爸妈妈也认同我的说法，也舍不得让弟弟干重活，附和着我，没让他再去碰被子。弟弟没说话，只是落了脚步。在我们后面几米的距离，爸爸扛着被子上台阶的时候，弟弟突然冲撞过去，人和被子都倒在了污水里。我赶紧去扶爸爸，看向这个调皮不懂事的弟弟，他正朝我做着鬼脸，大声嚷道：“不让我背！”我不稀罕，你也别盖了。略，我委屈地看向爸妈，爸妈只是看着弟弟，宠溺大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瞧着孩子，然后重新拿起脏湿了一大片的被子，什么也没说，就推着我进了宿舍。爸妈刚把东西放下，说要帮我收拾，弟弟突然说：“我不想待在这里了，我想走，好无聊。”那你去宿舍外面转转。我好心提醒道。弟弟瞪了一眼，又委屈巴巴地看向爸妈。一家3口有着我不懂的默契。弟弟什么都没说，爸妈瞬间明白了弟弟的意思，丢下我自己收拾东西，陪着弟弟出去了，说等我收拾好了，再来接我吃午饭。
等我收拾完，爸妈却失联了。我打了一晚上的电话，最后才知道，他们带弟弟去逛县城了，逛完就回家了，把我的事忘了。这次，我竟然没那么难过了。寒暄几句，挂了电话，自己出去吃了一直很想吃的麻辣烫。大概是有过一次失望了。后来弟弟学习不好，爸妈除了给我打生活费，每天忙着督促弟弟的学习，把那1/3的关心也彻底抽走了。而我只是难过了那么一会儿，继续专心学习，为最开始的目标而努力。期间还是像初中一样，没有一次求过他们。3年又是一晃而过。我高考结束，宿舍里堆了很多书，都是青春回忆。我不想通通卖掉，室友陆陆续续被家长开车接走了，一样想带的东西都没落下。我家也有车。这是开学分别后，我第一次想主动给爸妈打电话。巧的是，爸妈先给我打了电话，问我考试怎么样。见我没说话，还数落我跟他们生分了。这么多年，有什么事从来不跟他们说。我鼓起勇气，你们能不能开车来接我？有些东西不想扔。接你不是一句话的事吗？妈妈爽快回了我，又问道：盛楠，这次考试能保证考上清华吗？我不确定。虽然我在学校排名很高，已经在学校每年考上清华人数范围内，但高考不确定因素太多，没有人能保证最后的结果。所以，我保守回复。妈妈安静了一会儿，突然提到：爸妈可以去接你，帮你把东西拿回来。但你这次如果考不上清华，拿不到奖学金，爸妈希望你能报定向师范，出来就有工作。这话让我想起我初中同桌的弟弟，刚好和我弟弟同班。他上次告诉我，我弟弟平时在学校倒数，爸妈不怪我弟弟不好好学习，闹到学校好几次，怪学校实力差，怪课程定得太难，甚至怪应试教育，还多次扬言要把儿子送到国外最好的学校。爸妈在镇上条件不错，但从初中就开始支付出国学习的费用，这对他们来说很吃力。再加上我弟弟年纪小，爸妈也舍不得让他一个人去，至少要牺牲一个劳动力，去国外陪弟弟的。所以他们想到了我。如果我考上清华，有20万奖学金，可以贴补家用。如果我没考上，那就上免学费的师范，生活费可以自己挣，不需要他们花1分钱就能上完大学，上完就可以被分配到镇上学校上班，赚钱贴补他们。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我没回答爸妈，但爸妈还是来接了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女儿。未成年之前，
是可以独自给我做主的。后来，我考上了清华，奖金20万，爸妈把钱都据为己有，还想联系学校，能把我转到师范免学费的学校里去。我直接拿着录取通知书，一个人坐上火车，去清华报到了。我没告诉他们，我考得很好，清华也会给部分奖金了。这笔钱刚好够我的学费、前期生活费，靠我暑假和周末兼职度过。后期我学习优异，既有助学金，还有高额奖学金，每天泡在实验室，消磨我所有的时光。我和我的老公江泽就是在实验室认识的。没认识之前，我们一直都是实验室做得最久的2个人。后来，我们因为学习优异，参与导师研发的软件开发项目。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，软件一经上市，被广泛使用。我和江泽还拿到了一笔不小的分工。这项经验也写入我们的档案，为我们后续铺路。大4毕业那年，我和江泽默契地选择考研、考博，最后在一家省级重点师范学校当大学老师。在此期间，除了逼过我放弃考研以外，再也没找过我，一直忙着给弟弟挣出国留学的钱。我和江泽开了一家工作室，在互联网市场上小有成绩，也赚了不少钱，可以说已经经济自由了。江泽跟我求婚那天，带我进了一个小型施工现场，推开门，里面已经完工了。里面有儿时的游戏厅、游乐场，也有单独的公主房，有一个很大的电视机，都是我童年一直期盼，却始终没得到的。江泽牵起我的手，笑得如暖阳。你说缺少童年童趣，那我给你补一个，好吗？我含泪点了点头，伸出手，看着他为我戴上求婚戒指。结婚那天，爸妈来了，他们跟我婆婆说，您是长辈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让他给你干，他要是不好好伺候您，您就跟我们说，我们帮您教训他。我有手有脚，现在也不实行封建社会那套了，媳妇不必伺候公婆的。婆婆书香门第，优雅地抬起我的手，温柔回道，以后你就是我女儿，我和你爸是长辈，会疼爱你和江泽的。在我爸妈眼里，女儿是赔钱货，是不可能比肩男人的，要永远低男人一等。所以他们始终相信，工作室完全是江泽的功劳。我命好，傍上有钱人。爸妈表面微笑着附和着婆婆，私下里把我拉到一边。爸爸在旁边抽烟，妈妈压低声音，在我耳边教训道，别因为你婆婆说2句客气话，你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能嫁到这样有钱的人家不容易，一定要给我谨小慎微。
好好伺候，别让到嘴的鸭子飞走了。我这是为你好。为了掩饰私心，他不忘嘴硬地提醒我一句。我只是保持体面的微笑，然后顺利完成婚礼，送走这尊神。婚后，我和江泽感情稳定，生意蒸蒸日上。公婆是退休大学老师，有自己的房子，平时不会打扰我们。节假日往来，或者互相打电话慰问，这是我从没想过的和谐氛围，也让我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温暖。这才是我想的家呀！我要好好珍惜。立下的 flag， 在我突然怀孕的那天，被我打破了。拿到孕检报告的那一刻，我想的是把它揉成一团，永远的隐藏起来。摸了摸小腹，我咬着牙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打掉。结婚前，我和江泽商量好了，暂时不要孩子，所以一直都有做措施。我们没商量过，如果有了意外，孩子是不是该留？按照江泽的性格，他大概是舍不得打掉的，既怕伤我身体，又心疼一个小生命。但我现在根本没勇气生一个孩子，我还有做妈妈的准备，害怕自己一个观念，一个做法，就让孩子变成了另外一个我。我还没从不被爱中完全愈合，还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。过去的回忆，一帧帧在脑海里回忆，苦涩辛辣的童年，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，逐渐靠近，似乎是在拼命地把我吸取的阳光和人一起吞没。叮，手机响声把我从沉重的回忆里拉了出来。盛楠，快过年了，妈妈就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提醒你，江泽对你再好，你不给他要个孩子，那么大的家产谁继承？说不定马上就找小三了。要不是有了你弟弟，我们家气运变了。你还没那么好的命，照江泽这样的，江泽赚那么多钱，有几个能比过他的？你可千万别让小三把他拐跑了。对了，你弟弟年初8结婚，你记得包一个大红包。你是亲姐，你弟是我们家顶梁柱，是我们家的未来和希望。你最起码也得888万吧？这对江泽赚的也不是个事儿。妈妈一连串说了很多话，字字诛杀心。不管我强调了多少遍，他还是不相信我能比弟弟做得好，能和江泽合伙开工作。那些钱也有我打拼的一部分，我得到的所有都和弟弟没关系。没钱的时候，他们把我当累赘；有钱的时候，他们又想把我当提款机。总之，我在他们面前，从来都不是可以拥有自由意志的人。明明在2岁以前，他们看我的眼神那么有爱，对我的关心是那么的无微不至，怎么就突然变了呢？
所以我是不是也会有一天莫名其妙的改变？即使我能保证自己不变。江泽呢？公婆呢？每个人的态度都有可能伤害到一个孩子的幼小心灵，乃至于成长为一个敏感、自卑、多疑的人。我是这样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要这样。想到这，我咬牙回道：我不会要孩子的，也不会给你钱。挂电话之前，因为太难受，我控制不住呕了几下。紧接着，诊室机器念着我的名字，我攥紧双手，进了手术室，躺在手术台上，医生催促我签字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满脑子都是孩子的哭声，哭得我心烦，哭得我心碎。按着小腹，我忍不住落泪。苏胜男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竟然在外头找男人，还怀了野种，你对得起江泽吗？一道刺耳的声音盖过了哭声。我脑袋肿胀，视线模糊，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梦境。我没告诉我妈怀孕的事，没想过她会追来这里，只以为是梦。抢走护士的笔，颤抖地按下去。突然，有人按住我的脖子，扯着我的胳膊，我才彻底清醒。妈妈的狰狞的五官逐渐清晰，她把我的头发往后扯，迫使我盯着她看，恶狠狠道：你要是流产，很容易被江泽发现，还不如就让他认了这个儿子，别让这么好的婚姻被你糟蹋了。我身体很热，脑袋昏沉，身体软绵绵的，大概是发烧了。可我被这张恶心的脸合化，刺激到了，蓄满力量，把妈妈推开，一字一句道：我的事你管不着，你要的888万，我一分都不给。你……妈妈伸手过来，挨在脸上的最后一刻，被横插进来的一只手阻止了。江泽把我扶稳在怀里，一伸手，妈妈倒在了地上。我知道，苏月在你这里受了很多委屈。我不说，是因为苏月不说，不是我允许你继续欺负她。苏月，是我后来改的名字，希望我往后的每天都是开心的。斥责完妈妈，她转头过来探我的脑袋：小月，你发烧了，那种人已经无药可救了，别再搭理他了。说完，腾空抱起我，就要把我送急诊室。江泽，我是为了你，才和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闹翻的。你的人品，我和你爸都很看重，早把你当亲生儿子了。妈妈拦住江泽，指着我，污蔑道：你还不知道，他是来堕胎的吧？谁家正经姑娘打头胎呀？那是因为他在外面找了野男人，怀的是野种。他知道我不肯出钱后，破罐子破摔，完全不顾我这个亲生女儿了。我冷笑一声，
心里结痂过好多次的伤口，又被牵动得很痛。我想过他们嫌弃我，为了弟弟剥削我，从没想过他们会把我往死里逼。对他们，我彻底绝望了。我仰望着江泽，唯一觉得抱歉的是他，也接受他的一切反应。江泽紧紧攥着我的手，绕到妈妈身后，冷冷道：“我来的路上，就知道苏月是来干什么的了。”说完，抱着我继续往急诊室冲锋。病床上，江泽很是认真地帮我整理打点滴的针管，查看药品说明书，计划着等会儿我醒了，给我买什么吃。我掀起眼皮，主动开口：“我做手术。”其实是，我知道。江泽给我一个肯定的眼神，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冷静。我知道你没有遇到一个合格的父母，没信心去面对一个新生命，或者看到新生命的长大，会不断提起你的过去。你怕自己在这过程中应激，伤害到孩子。你还没做好做妈妈的准备。一字一句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。从我第一次和江泽交谈，我就发现，他真的很懂我，总能戳中我的心。这是不婚主义的我勇敢地选择嫁给他的原因。我点了点头，眼泪忍不住流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了。江泽胳膊压在床沿，握着我的手，耐心道：“你先好好养身体，等你烧退了，精神了，继续这个选择也好，留下来孩子也好，我都支持你。你选择前者，我会做好不让你落下病根，完全恢复的准备。你的那些经历不是你的错，你爸爸妈妈怎么样，不代表你会怎么样。该耿耿于怀、愧疚的是他们。如果你选择后者，那就让我这个同样是新手的爸爸，陪着你一起学习，怎么照顾孩子，爱孩子。”他看着我，哽咽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你的我呢？别随便丢下我，我真的需要你。这是我从出生以来第一次有人让我别丢下他，他需要我。”是啊，那段经历，我没有选择的权利，而是有选择权的父母选择了我，半途而废，放弃了我。当我可以自己掌控人生时，我没有走错过，所以我没什么好害怕，还愧疚的。我该放过我自己。后来，我跟爸妈彻底断了联系。女儿3岁的时候，才重新知道他们的消息。弟弟在国外上了个野鸡大学，出国留学不再是镀金敲门砖，看的还是真才实学。找不到工作的弟弟，又不想回国被嘲讽，转机去了所谓的能挣大钱的地方。再回国，是以尸体的形式被送回来的，2个肾也被挖走了。爸妈觉得家里的主心骨倒了，一病不起，病死了。以上
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